排行榜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爱耍酷的前3名，9号人很多3的人，缺2的人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酷的人吗？被说爱耍酷时，是高兴还是不好意思呢？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爱耍酷的前3名，会是你吗？酷这个词意思是很多样丰富的，可能是指穿着打扮、说话方式、做事风格，或是兴趣爱好、知识、见识、价值观等。因为很有自信风格，让人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酷的人吗？那就来看看是否被称赞过这几个特质咯。1. 潇洒不羁，不随波逐流，低调但有自己的风格。2. 个性独特鲜明，与众不同，让人印象深刻。3. 在时尚或音乐的领域很懂最新的潮流和趋势。4. 能力出众，在某方面非常厉害，让人佩服。5. 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冷静，不被情绪左右。以上这些特质曾经被称赞过几个呢？能轻松挥洒自己的风格，才是爱耍酷的人哦。生命灵数和生日数字有以下3种特色的人，就是有本事而且爱耍酷的人。如果你没算过生命灵数，怕不小心算错，或是解读没把握，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上榜，就让喵喵大师帮你算，来帮你咯。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。很简单的，有喵喵大师帮你算的同学，只要对号入座，马上知道有没有上榜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上榜的是缺2的人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缺2的人？没问题，立刻学，算法很简单。例如1998年1月3日生日的人，计算生命灵数1+9+8+1+3等于31等于4的4号人，计算过程中出现的数字有1、3、4、8、9，没有2就是缺2的人，恭喜上榜。也可以把身边的人算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上榜。一起来看看缺2的人会怎样耍酷呢？缺2的人，你最大的特色是喜欢自己做决定，你们习惯独自面对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，给人独立的感觉，有明确的目标和价值观。既然是有主见的人，自然不容易受他人影响，而且适应力强，能够快速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，甚至在面对挑战时不需要有人作伴壮胆。这对2000后出生的新人类来说超酷的，怎么会有人这么厉害？太不可思议了！因为强者通常都是被命运锻炼出来的。先澄清一下，缺2不是没朋友的意思哦，是你的朋友运和大家不大一样而已。例如，你和无话不说的童年好友，长大后一起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并成为室友。一开始2人相处得非常愉快，终于可以彻夜打电动，也不会被家人责备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渐渐发现对方的缺点，像是东西乱放，找不到，然后顺手拿你的来用，而且你怎么讲都没用，只好把东西都藏好咯。或者是和你同组的人做事总是拖拖拉拉，喜欢拖到时间底线才开始抱佛脚，在紧急状况下还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别人。最让你受不了的是，常常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害得你们小组作业拿不到高分，这会让缺2的你感觉超级不开心。离谱的是，怎么抗议都没效，你才会发现，为了自己的分数，最好的方法竟然是自己多做一点，确保事情完成度。还会发现自己少说一点就能减少摩擦，少一点不开心，大家就不会在重要时刻吵架。光是这样子，整体效率竟然就提高了，还有小组的分数和评价也越来越好。因此，没必要说的话，你会开始选择不说，反正说了也没用，就默默地把事情做完就好。一段时间后，大家公认你是聪明又能干的家伙，只是话不多，这应该是在耍酷吧。从此以后，你就被归类在爱耍酷的人咯。接着上榜的是有很多3的人，不知道自己生日数字有没有3？没问题，现在学，算法很简单。例如1990 3月8日生日的人，计算生命灵数1+9+9+3+8等于30等于3的3号人，在上面的计算过程中，3总共出现3次，只要有2个以上的3就符合了，恭喜上榜。如果你是3号人，生日数字有3就符合哦。顺便把身边的人算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上榜。一起来看看有很多3的人会怎样耍酷呢
3，很多的人，你对喜欢的东西会一头栽进去，不管旁边的人怎么看怎么说都拦不住你。例如你从小就对滑板着迷，在家附近有个公园的溜冰场，是你最常光顾的地方，每天放学后都会背着滑板冲向这个场地，要玩到肚子饿扁了才会回家吃晚餐。因此，你的滑板技术在同龄人中是数一数二的，能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，像是360度旋转、跳跃、滑模，就连老手都对你的技巧赞叹不已。渐渐的，大家都知道你很厉害。假日时，还会有邻居、同学来看你玩滑板。当你成功落地时，甚至都会吸引一群人围观，纷纷赞叹你的帅气，开始对滑板有兴趣，开始带着滑板来练习，模仿你的动作，还主动问你要怎么练习才能这么厉害。你就从自己一个人一直玩一直练，慢慢变成有2、3个同好一起玩一起练，变成你家附近人人都知道的滑板高手了。有一场大型滑板比赛即将举办，但交通不方便，你很想去参加。这时神奇的事就会发生了，这是有很多3的人才有的超能力哦！竟然有人愿意接送你，赞助你去参加比赛，理由是单纯觉得你很酷，想要支援你。看你和各地的滑板高手同场竞技就很开心。比赛过程中，你展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技巧，流畅的动作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时，还会帮忙你圈粉，让喜欢你的粉丝越来越多。最后，你不负众望，获得比赛的前3名，站在领奖台上，手拿奖杯，心中充满了成就感，用腼腆纯真的态度和帮助你的人说谢谢时，保证大家会更喜欢你，认为你超级酷的。你不仅滑板厉害，还很亲切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比赛后更让你开心的是，本来没有互动的同学开始主动和你打招呼，想和你成为朋友。严格来说，很多3的你并没有想要耍酷，是你开心的把自己变专家，就被大家说超酷了哟。上榜最厉害的是9号人，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灵数吗？没问题，现在学算法很简单。例如2000年5月29日生日的人，计算生命灵数2加5加2加9等于18等于9，就是剧本数189的9号人，恭喜上榜。顺便把身边的人算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上榜。一起来看看9号人会怎样耍酷呢？9号人，你是会贯彻实践自己信念的人。要是这个理想太高远，大家不能理解时，你也会淡淡接受，然后用自己的步调慢慢进行。例如，你一直对传统文化充满好奇，尤其着迷于唐朝服装的优雅与精致，在古装剧中看到仙气飘飘的装扮，心中便燃起一股想亲手制作的渴望。一个周末，你决定付诸行动，翻出了小时候奶奶在用的缝纫机，仔细地擦拭上面的灰尘，接着选了一块漂亮的缎面丝绸布料，想象着将它裁剪缝制成一件飘逸的古风汉服。一开始，你对复杂的剪裁打版感到一筹莫展，只好开始上网找资料、找社团、看影片。9号人的你愿意参加手工缝制课程，从零开始，你反复对照着图纸，用粉笔在布料上画线，小心翼翼地缝制着每一针，针线来回穿梭。要是发现自己缝错了，只好拆掉重来。虽然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，但你始终保持着耐心。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，一件漂亮的汉服终于完成了。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飘逸唐装，你站在镜子前，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自己不仅制作了一件衣服，更穿上了对传统文化还有梦想的热爱。你忍不住拍照，在网络上分享，得到热烈回响。知道你是自己制作的，朋友都公开表示不可思议，一致公认你是达人，让你更爱古风了。大家很喜欢你的设计，但没有穿古装的勇气，只好问你可不可以做包包、饰品。于是你学习新的技巧，尝试不同的款式和面料，研究牡丹、莲花、云朵图案的意义，做成古风的小包包，让喜欢你作品的人认购。大家在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你的粉丝了，觉得在穿搭时加点古风元素非常有特色。9号人本来没期待大家能懂自己的美学，只是安静的做自己，开心的展现出来，不知不觉间自己就变成古风的代言人了。对身边的人来说，你真的是酷到不行哦。
重点来了，如果你是上榜的爱耍酷前3名，缺2的人，很多3的人，9号人，被说爱耍酷时是高兴还是不好意思呢？被大家看见时，不用急着否认自己的表现。喵喵大师知道，你们不是为了装酷才这么做的，你们只是顺从数字的本能，开心做自己。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后，被赞叹不已。这时候只要微笑地说谢谢就好了哟。喵喵大师鼓励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有数、缺数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迈向幸福的指标。理解自己有的擅长的方法来前进，有效的努力会形成正向循环。只要方向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还想知道更多生命灵数排行榜吗？欢迎大家留言，以后找机会再说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开运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